哎，来人了！我现在是在放饭的时间，剧组放饭时间，趁现在跟大家聊个天儿。因为前两天也一直在忙着忙着回北京，然后就是剧宣嘛，然后现在回剧组拍戏，然后抽出一个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因为这两天又持续更新了很多内容，看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吃饭了吗？吃了一点点。你在看雀谷？你看到哪集了？我捣乱来的，我为什么是捣乱来的？我陪你们聊天，我成捣乱的了。哇，追平了，好厉害啊！我们聊聊肖无义吧。因为肖一这个角色呢，是我觉得我之所以那么喜欢这个角色，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哈，就是我对这个角色的这种偏爱的程度。我之所以这么喜欢他，是因为这个肖无一，我觉得他跟其他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古装的男主啊，或者说传统意义上那种将军角色，就是他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是他首先就是虽然他就是在这个作为将军的一面，他在那个战场上这个杀伐果断，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将军的霸气，但是可能大部分这样的人设，他可能面对情感的时候，可能他也是一个可能是霸道型的，或者说是这种霸总啊，或者怎么讲，就是稍微的就是自我的这个意识会比较强，但肖一其实并不是这种，就他处理情感关，其实他是非常细腻的。就你别看他没谈过恋爱，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他从小其实没有太多得到过身边人的呃他即便得到身边人的爱护，他也是一直在一个高强压下的。就比如说，我相信大家看到那个闪回，就是看到他的父亲在给他下跪，说文熙太子，对吧？就虽然就是从小可能父爱和这个哥哥的给他的爱其实是很就充满他童年生活的，但是呢，其实他一直是在一个枷锁下长大的，就是他一直带着这个太子的身份，然后可能他虽然很爱他的父亲，他也很爱他的母亲，但是他是文熙太子，可能在父亲和母亲眼里，就是这个孩子，其实很难像真正宠溺自己孩子那样去宠溺肖一。对，因为在他们眼里，可能肖一这个身份的重量，他们会觉得就这份爱其实还挺沉甸甸的，所以肖一从小他就没有那么松弛的舒服，就是生活过，所以他自己在面临很多问题呀、处理很多情感观的时候，其实他都是靠自己，他是靠自己给自己勇气，靠自己给自己能量去解决很多事情，要么去隐忍，要么就是可能大家看到他在战场上，就他在一天下雨去这个马场上去射箭，就可能肖一他从小他就习惯了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是遇到问题，然后自己打碎，然后自己重组，然后重新振作起来，然后去面对接下来的这种事情。就是肖一从小就已经锻炼出来了这种思维方式啊，所以他在面对谢家瑜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好像我要让你按照我的方式去进行，而是他希望谢家瑜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路。嗯，我记得谢家瑜就是在那个失去母亲之后，他问萧一可以帮他杀人吗？萧一说我可以帮你杀人，但是我无法帮你迈过眼前。其实很多时候其实萧一我觉得他也不是很会谈恋爱，但是因为他从小他的经历种种，就是他其实他尊重每一个生命，而且他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我成为别人，或者说呃我需要谢家瑜，我就要把他占为己有。其实夏威夷不这么认为的，
就他认为每个人都是非常独立的个体，然后他也希望谢家瑜可以这个实现自己的理想，然后自己迈过所有的困难种种，所以他说的是但我没有办法帮你迈过眼前。就肖一希望陪伴谢家瑜去帮他解决这些事情，但是最终战胜心魔还是要靠谢家瑜自己。我觉得这是肖一就是区别于很多其他角色的一点。对，就是他在反复的引导谢家瑜去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但是呢，他又不是说他想要获得什么，或者是说他没有说经过太多思考，好像我今天就想要引导你，而是就是肖一他从小长到大，他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他愿意这样去引导别人，就是一些很下意识的一些举动，包括那个肖一说什么？哎，我忘了，好像说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还是什么？然后我需要你一点，下一个那是什么？他说我需要你的勇气。对，他并不是说我需要你，他说的是我需要你的勇气。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肖一还没有说他一定要将谢家玉占为己有或怎么样，就他确实是只是想单纯的让谢家玉迈过眼前，所以他需要的是谢家玉自己去独自面对他哪怕去帮他去陪伴他完成，或者陪伴他去找到他这个杀害母亲的仇人，那他也需要谢家玉自己的勇气，因为谢家玉其实面临会更加残忍一些，面临接下来的东西，他面临他的阿父，他也要面临他的这个挚友李乐君，对，包括他还得面对李茂，就是他想解决这一切的事情，其实他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很大的压力给到他的身上，那肖威一定会陪他走完这一切，但是他希望西家瑜可以有这个勇气。就昨天我看到那个剧情，我还在跟我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聊，我就觉得我说我就觉得谢家瑜这个角色，就是当他最终去射箭给那个李乐君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挺残忍的。就我不是说谢家玉残忍，而是说这个剧情其实挺残忍的，就是他会给到这个两个演员很大的，这两个角色很大的压力，其实就是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关系曾经是那么的好，然后我们都因为一些志向，然后彼此有彼此的选择，但是这一箭我必须要射出去，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做错了。然后，但是你能不能活下去要看你自己的命，或者说看我们还有没有，或者说就是老天有没有顾卷我们之前的这种缘分，那这一箭交给上帝来决定。就是我觉得那场戏其实写的挺好的。肖一需要谢家玉有勇气，我觉得这个实际的体现其实就在那场戏，因为在肖一的眼中，其实人人是平等的嘛，就没有什么这个世家高人一等，或者说寒门就一定要被贬在这个社会的底层，就他没有这样的，他不会有这样的思维的这种方式，他觉得人人是平等的，那你做错事情，你就要为做错事情去承担一切后果，哪怕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就哪怕可能李乐君也属于肖一的一个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一个伙伴，但是他觉得你做错了，你就该受到惩罚。他需要谢家瑜也有这样的勇气。然后就到了那个，我这两天看的那个一些社交媒体啊，就包括看到那个微博上大家很多人分享那个，就是先是肖无一和谢家瑜表白的戏，然后又是谢家瑜跟肖无一表白的戏，对吧？其实这两场戏都是开机不到一周的时候拍的，但因为那个时候，呃，
这个角色，我就对这个角色非常的深爱，然后也非常偏爱。然后我觉得剧组非常专业的一点就是，其实我刚到剧组的时候，就刚开机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已经拿到了全部剧本。然后我们其实飞页也非常的少，我觉得就这一点也特别感谢剧组。所以呢，对于就是演员来讲，如果可以拿到这个全部的剧本，然后从头到尾可以对这个角色有非常清晰的认知，所以那场戏就不会，那即便是刚开机拍的，它也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的就表演上的一些困扰或者影响。那个水帮我拿一下。哦，不用，就这儿。没什么，嗓子没事儿。然后因为已经拿到全部的剧本了嘛，然后所以就是在现场跟导演交流啊，包括跟那个艾米老师，然后一起去研究怎么去在一上来就抓准这个角色，让这两场戏，因为这两场戏是对于谢安玉和肖一是非常重要的两场戏，就是他决定这两场戏，就这两场戏基本就可以决定这就是整个雀谷的情感真不真实，能不能成立，其实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演的时候其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两场戏太重要了，一场我的表白，一场他的表白，就这两场戏直接决定这两个角色的成败，我觉得啊，然后也算是不负众望吧，就是大家虽然都有一些小的压力，但是在饰演的时候，在这个表演起来都是非常投入的，心无杂念的，我觉得肖一这两场戏比较难演的就是他的台词很少，他台词非常少，然后他的内心的复杂程度又是拉满的，就他的很多潜台词他没有办法讲出来，他只能靠这个眼神啊，或者说甚至是一些微妙的呼吸，或者说是一些细小的一些肢体去体现肖一内心的复杂。这是我觉得这两场戏挑战比较大的一点。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我向他表白之后那个埋头，对，其实有一些很多那个眼神其实是在关注他那个眼神，就是那个下意识的在观看他的左眼右眼，他的呼吸，可能是在用神经感受前面这个女生她有没有心跳，她有没有一刻哪怕心跳漏了一拍，然后觉得好像这段情感他有一点接受，或者说是他有一点心动，就在感受这种微妙的这种氛围的存在啊，所以他就会当他捕捉到一些小的信息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其实我觉得也不能算暗爽，虽然大家说暗爽，但我觉得是觉得就是自己的一切的付出，尽管他没有得到回馈，他也会觉得值得。但是那一刻他会觉得他的付出是，他很欣慰，就是这个女生终于懂他了，这个女生终于知道他在付出这一切了。就是那种，虽然我从来没有奢望我对你好能够让你知道，但是当你知道那一刻的话，我的心里还是暖暖的，就是可能是大概这样的情感啊。然后看到这个女生有一些小的心动，她觉得，因为在那场戏啊，肖薇其实他还是没有奢望过跟谢佳玉在一起，他只是要告诉他我心悦于你，因为他可能知道自己已经命不久矣了，就是没关系，我可以面对死亡，但是我想在死之前告诉我这个喜欢了很久的女孩，我喜欢你。其实他只想做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说那一刻他想跟她在一起，所以他也没有向她去索要一些什么一些情感上的回复或者肢体上接触，他完全没有。他看到谢佳玉有反应的时候，所以他内心是觉得很温暖，很值得。然后然后就是到那个谢佳玉表白那场，其实那场戏对肖一更难演，肖一真的一句词都没有啊。然后我看到大家说那个
看到我有一些反应，他们觉得很意料之外，但是又觉得很在情理之中。我看大家很多人想让我分析我是什么眼神，为什么那么演的。说实话，我分析不出来。我说真的，因为很多时候就大家看到这种所谓的这种眼神戏，或者说那一秒就觉得哇，就非常动人，但是你又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活人的一个反应，它是一个非常下意识的东西。就我很难当下向你解释那一刻我做了什么设计，我想了什么，我想让这场戏让你们感受到什么，所以你们才能感受到。就是往往其实这样去设计，你们是感受不到的。就是当两个人非常共情这个角色，然后又很放心的在表演中，就是把这个内心交给彼此的时候，其实那一刻，那一刻所产生的很多化学反应，它是设计不出来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剧宣，我还没有剧宣的时候，其实我就跟大家讲过，就是很感谢导演，然后也很感谢这个小艾米同学，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创作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啊，包括虽然这个小艾米她的这个年龄比较小，但正因为她年龄很小，所以她所表达出的所有的情感都是非常直接的，然后非常不经思索的。然后又很符合当下那个角色，所以肖一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感对话的时候，他所表达的一切内容也都是下意识的，就等于两个人都在零设计的情况下去进行了这个表演，所以的代入感就会非常的强。然后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说的一点就是肖一那场戏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他即便谢夏玉跟他表白之后，他内心是喜悦的，他觉得哇，我的付出这个终于得到了回应。但是呢，他极其复杂一点就是说，他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他无法答应他，我要陪你走下去，或者说我要活下去，或者说当下那一刻就完全露出喜悦，他不可以。就他那个是肖一最难的一点，就是他收获到喜悦，他震惊，他收获到这个表白，他内心的这种喜悦，甚至是一开始有些震惊，然后再到这个无法用言语去表达他的这种激动，然后但是呢，他这个东西又得是压抑的，因为他没有办法陪谢亚宇走下去，他也知道自己马上可能命就没了，所以他的这个喜悦一直要夹杂着一种苦涩，或者说真的吗？你真的喜欢我？但是我是没有办法陪你走到最后的，所以即便是我们互相喜欢，我也没有办法答应你。就他其实一直夹着这个情感在里面。然后当他说他想让他作为，他说我不想让你做这个世间的这种大魔头，什么我想让你做这个，我想让你做我心中的英雄，我想让你做全世界的这种英雄。就他说到那个话的时候，当时肖一会觉得。就大家看到有个皱眉嘛，我记得是，然后还有，当我确实不记得怎么演的了，但是那一刻其实我想的是，就是好像曾经我坚毅了那么久，我觉得好像，我可以被全世界去谩骂，只要我完成自己的目标就 OK，我可以不当那个英雄。但是当有一天有人说，我希望你做英雄的时候，就那一刻会觉得，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真正做那个英雄呢？然后眼前这个女孩懂我，是多么庆幸的一件事情。可能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对，就像好像很多男生，可能我本人也是这样，就是我本人生活中可能也是比较坚强那种，就我觉得我不需要偏爱，我觉得无所谓，就是我可以独自面对很多事情。但当有一个人说我懂你的一切，我想对你偏爱的时候，你就那一刻的反应就是当下的那个反应，就是谁不渴望的？对，就是一个，哎，就是辛苦我遇到了你，让我发现我内心还有这么柔软的一面。哦，这个剧组要这个准备开工了啊，让大家继续追剧吧。今天还有更新吗？有，大家快追吧，耽误你们半个小时时间，快去追剧吧。
然后那个演唱会我们就成都见啊，25号、26号。然后这次呢，我邀请的这个剧组的人员，他们也都是不占用大家票的啊。再重复一遍，不占用大家票，大家可以这个能够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还是继续的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在舞台上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要感谢一切可以来支持我的朋友，对，然后该属于猕猴桃的票你们一张都不会少，放心啊。然后也不会请嘉宾，他们不算嘉宾，只是在台下这个为我欢呼雀跃的朋友，好吧？那我要去剧组了，要去继续拍戏了，拜拜。